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这轮全球贸易战啊，情节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宛若莎士比亚的戏剧啊。昨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With China, as you know, against my statement, they put a 34% tariff on above what their ridiculous tariffs were already. And I said, if that tariff isn't removed by tomorrow at 12 o'clock, we're putting a 50% tariff on above the tariffs that we put on. 有人算了一下啊，此前第一轮贸易战的时候，加征中国20%，这一轮又加征34%，这再加征50%啊，对中国的关税总额将会达到104%。与此同时呢，中美之间所有进行的这种谈判全部中断，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啊，要在经济层面上断交啊。现如今啊，川普现在搞的这种全球贸易战，已经变成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掰手腕。有人说啊，中美这两个国家现在在进行着一场恐怖游戏，桌子变成茶几的游戏，你锯一个腿儿，我锯一个腿儿，最先看谁先认怂。这事情的原委还得从4月2号开始讲起啊。4月2号的时候啊，川普呢发起对全球的贸易战嘛要向全世界57个国家征收关税啊。当然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很快就认怂了。比如说，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就说了：“请大家不要恐慌，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台湾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承诺，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也不会有任何改变。”那你可以看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这种态度啊。但是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有2个板块态度比较强硬，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盟。中国呢是4月2号的时候呢，知道川普对中国加征34%的关税啊。4月3号，中国的商务部就发起反击了。美方措施人为割裂美国与其他地区的产供链关系，既无助于所谓的国家安全，也帮助不了美国的国内产业，只会凸显美方措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底色。同时宣布，所有美国的商品进口到中国也要对等征收34%的关税。与此同时有7种稀土元素禁止出口美国，还有11家美国的企业如果进口到中国也要实行进口管制。这个态度可是有点不同寻常啊！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美国第一次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当时中国的态度特别低调，2次派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到美国去跟川普去谈。Mr. Vice Premier, if you'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to these extremely lovely people, you m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I do think that because we got direct guidance by two great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当然，最后美国还是给中国加了20%的关税。但这次呢？这次你看了吗？1天时间就发起反击。应该说这个态度是有点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称对中国征收34%的关税之后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霍华德就接受媒体的时候就放风说All they have to have is a phone call from President Xi to President Trump saying, I'm going to end fentanyl production that's killing Americans, and it drops 20%. I mean, that's a pretty inexpensive phone call, would save them 20% on all their products. But they'd have to... 言下之意美国现在是漫天要价，中国可以就地还钱，这谈嘛，是吧？那中间谈起来的话，那最后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行了。可没想到中国根本没有谈，直接就宣布跟美国对等进行报复，那这个很出乎川普的意料之外所以当天川普就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个帖子，说中国你搞砸了，现在他们非常慌张，这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一个糟糕的结果。全部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那你说中国有没有慌呢？我个人觉得肯定还是多少有点小慌。这清明节期间国务院的各个部委都在连夜开会应对美国这一轮的贸易战。但是我觉得特朗普也有点小慌，为什么？因为他原本以为中国会像上一轮贸易战那样的马上跟美国去谈，但没想到中国直接跟美国拉开架势，直接对着干呢。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呢，这也是意料之外。
没想到啊，这2天之后，这特朗普又拉开了架势啊，就对中国又加征50%的关税，一时之间，中美这2个国家之间硝烟弥漫了，世界贸易战变成了中美贸易战。那为什么中国这次对美国的贸易战过程中态度比较强硬呢？我认为原因有2个方面。第一个原因，2018年当时川普对中国发起第1次贸易战，这之后呢，中国就意识到中国实际上外贸出口对美国的依赖特别高啊，它实际上有点受制于人。因为美国只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国你要不服的话，那你的经济发展就要受到特别大的影响。所以从2018年之后，中国在外贸领域内其实就开始逐渐的走去美国化的道路。从2018年到2025年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也就是贸易顺差，已经从当年的4000亿美元下降到了2900亿美元，下降了25%。当然了，中国的外贸的总额还是在出口的总额还是在增加但是分散到其他国家去了。那么中国要搞一带一路要搞金砖5国这套系统其实目的都在于此。那对美国的依赖度降低了，那相对来讲对美国的腰杆就硬了嘛。当然美国从中国那边的依赖度也在下降了因为中美这2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他们由于互相之间看对方不顺眼，意识形态方面呢又不对付，所以呢经济上的依赖度从2018年之后双方都在下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美国这次向全球发起贸易战，不是只针对中国，是对所有的人。我昨天的节目讲了吗？川普就是认为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对美国进行强奸和抢劫所以他要构建一个公平的贸易体系。所谓公平的贸易体系，就是说我对你零关税，你对我零关税。所以呢，现在你认怂的，可能将来会成立了一个关税同盟把那个 WTO 也踢开了那么没认怂的呢，那也许中国和欧盟，也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那些国家，也会建立一个类似于像美国那样的一个关税同盟。那也就是说，国际经济秩序有可能继冷战之后重新构造2大阵营。那这2大阵营在构建过程中就需要一个领袖，而中国可能盘算的是，那他现在就需要挑头来当一个领袖，因为欧盟不可能当领袖嘛。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当一个领袖对抗美国的过程中间形成2大经济阵营，那中国或许是牺牲了一个短期利益，能获得长远的更好的利益。我觉得这是2个中国这次态度比较强硬的原因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商务部在4月8号上午8点47分发表谈话，说中国对美国发起的34%的对等关税报复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完全是正当之举是为了维护国际正常的经贸秩序。相反，美方威胁中国再加50%的关税这是一种讹诈，中方绝不接受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的话，中方将奉陪到底，态度非常强硬现在中美双方调子都已经拉高了，但有一个细节就中方没有立即宣布对美方再继续加征50%的关税，又呼吁美方应该回到谈判桌上来，跟中国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的分歧。但不管怎么说这一轮美方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中美2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战。那么我们也想分析分析川普最近几年跟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也包括发起的这一轮世界贸易战，最后的本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我看来，其实本质的原因是美国认为现在的全球化对美国不利了。上个月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就是有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就说美国人认为这个全球化应该是这种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一直都生产那个高价值的产品然后那些不发达国家一直生产那种比较简单的初级产品。 The idea of globalization was that rich countries would move further up the value chain while the poor countries made the simpler things. 但是呢，现在情况变了，有些这种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好像是逐渐的向上面爬升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万斯就说了，这种全球化是美国不需要的。大家可以记住2018年美国对中国进行第1次贸易战，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就要求美国的商务部对中国展开301的调查。在这个301的调查中间，他12次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中国制造2025。在这里头他讲到，他说中国制造2025就是希望在全球范围内代替美国这种经济领袖的地位，而这个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看到吗？核心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成长起来了，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反过来，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战的方式啊，来遏制中国的产业的提升，也包括保护自己美国的制造业，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啊，我今天啊就花1天的时间来讲一讲啊，中国制造2025这个贸易战背后啊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变化因素。说起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它是2015年3月5号，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期间最早提出来的啊。这一年的5月8号，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解读。在这份文件里头就讲到了，中国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由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强国。因为从2010年开始啊，中国确实就迈上了全球第1大制造业的大国，连续5年，所有制造业的产值全部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自己评估呢，就中国的制造业还有2大缺点。第一呢，是制造业的大国，但不是制造业的强国，你生产的还都是属于低端的产品，没有高附加值的产业。第二呢，就是你在技术层面上呢，还过多的依赖于像美国啊、德国啊、日本这种国家，你自己没有很多原创的技术。所以中国希望通过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变身于一个制造业的强国。当时呢，正值啊这个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呢，美国和德国也都纷纷提出来，自己要走这个再工业化的道路。美国和德国也都提出来了一个叫什么工业化的4.0版。大家都在制造业方面呢，拼命的倾注自己这个国家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就提出来自己要搞这个中国制造2025。当时啊，总体的目标还算是比较低调。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呢？把自己从第3梯队提高到第2梯队。因为中国的分类啊，美国是第1梯队，遥遥领先在制造业方面啊。第2梯队呢是德国和日本这2个制造业的强国。第3梯队是中国、法国、英国和韩国这4个国家。所以中国是希望能够从第3梯队进入到了第2梯队。于是呢，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一共罗列了10个方面的产业，提高自己产业的竞争力。这些产业呢，就包括什么半导体啊、什么新能源呐、汽车呀、还有这个生物制药啊等等啊，一共10个方面。这10个方面呢，提出来的一个宏观的目标就是市场主导啊，然后政府呢来引导，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中国的制造业呢来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一转眼啊，2025年已经到了收官之年，我们如何评价中国制造2025？它到底有没有达到当时的预期的目标呢？去年南华早报发了一篇文章，也就是在2024年中国制造还差1年就要实现的时候啊，他说截止到2024年，中国制造啊已经实现了86%，那就大部分都实现了啊。然后呢 BBC 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新闻，他说中国制造2025呢基本也都全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在国际上，关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目标啊，大家都众说纷纭。网上这个简中推特啊，包括简中媒体，很多人都说中国制造2025都是瞎搞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评价中共的这个体系，也包括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体系啊，我们往往从竞争对手的角度去看，你往往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结论。美国的卢比奥啊，这个参议员啊，他写了一份报告。卢比奥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国务卿了，但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参议员。卢比奥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当然中国也比较关注他，就认为他是这反华分子啊，专门对他进行制裁啊。当然现在当了国务卿之后呢，又不制裁了啊。去年9月份的时候，这卢比奥这自己的团队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叫《中国制造的世界》，9年之后评价中国制造的成果啊。这份报告一共有58页啊，洋洋洒洒啊。我个人觉得这份报告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啊。在这份报告的前言里，他开篇就讲，他说共产主义中国啊是美国记忆中最强大的对手，这一点也不夸张。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过去的敌人，包括纳粹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啊，他们的经济规模都比我们小，每一个这个敌人呢都试图占领其他的邻国，并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到了我们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呢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它是被美国的经济能力和武器打败了。这段话实际上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去美国去旅游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啊有一个航空母舰博物馆，那个航空母舰就是美国当年的中途岛号。这个中途岛号是1943年10月份开始建造的，1945年年初的时候啊就下水了，就开始入列了。
1年半的时间就造了一艘航母。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二战期间美国啊跟日本啊跟德国去打仗啊，虽然说啊美国的武器也比较先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强大的制造能力。这强大的制造能力导致它在战争中损伤的这些航空母舰、飞机、坦克、大炮，后方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但是日本呢、德国呢，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啊，它整个生产能力基本上已经被榨光了，已经不能生产了。所以啊，战争实际上一方面比的是武器，比的是军队，但更重要的比的是经济实力。所以卢比奥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紧接着他就讲到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因为它控制着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基地，以扭曲市场的补贴和猖獗的盗窃和为其工厂提供燃料。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是，它现在在许多方面将决定的21世纪地缘政治霸主地位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从造船业到电动汽车，这意味着北京将更大程度地左右21世纪的价值观，是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还是专制和压迫？言下之意，如果中国制造在全世界畅通无阻，那么最终可能它会左右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更糟糕的是，美国的处境比过去更加脆弱了。数十年过度的监管，以及中国等敌对经济体对美国自由贸易的侵蚀，导致工厂倒闭，非法移民摧毁了很多小镇社区。那么现在呢，由于繁文缛节、无休止的审查和各种各样的破坏我们的经济，导致现在美国的经济都于事无补。所以他就说，我一直要对此敲醒警钟。我们提出无数的法案来阻止中国政府的掠夺行为，并重新启动重建美国工厂和社区的进程。这份报告它要唤醒我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么严重，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陈旧的教条和老生常谈上来了。所以这个卢比奥就对整个中国制造2025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估。在这份评估里，他就讲到了他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他说中国呢，它在4个领域内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哪4个领域呢？第一个是电动汽车，第二个是能源与发电，第三个是造船，第4个是高速公路，就是一共10个领域吗？这10个领域呢，经过10年的发展，有4个领域在全球都是领先的。那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评价还算是客观的。你就比如说电动汽车，中国制造2025这个目标当时定的不算高，它是到2025年的时候，电动汽车的产量中国达到300万辆，电动汽车占整个汽车的比率呢是20%。但是这个目标在2021年的时候就实现了。2021年的时候，中国电动汽车的产量就超过了300万辆2022年的时候呢，到了740万辆；2023年的时候到了950万辆；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就达到了1200万辆。今年是2025年，预计中国的电动汽车产量会达到1800万辆。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0%。而全球的所有的电动汽车的70%是由中国生产的。也正由于中国电动汽车的这种弯道超车使得中国变成了全球第1大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现在每年出口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了500万辆。而且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的技术跟现在其他国家比起来呢，也要平均领先3到5年。应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弯道超车的故事那应该说全球范围内就是领先的那你比如说造船，这卢比奥的这个报告里就讲了，说中国现在的造船行业的能力大概相当于美国的200倍。这个数据当时我看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因为中国呢，其实造船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产业链的下游向上爬升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行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粗钢产量是全球第1，每年10几亿吨呢。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都不如中国这个钢铁的产量高，但是中国呢，就利用自己的钢铁的生产的成本比较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产业工人，就开始晋升于造船业。那么造船业呢，中国呢就打败了其他所有的过去的造船强国，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韩国，比如说美国。所以现在全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的造船能力加起来都不如中国。那这也是由低端的产业向终端产业爬升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无敌。那高速铁路也就是高铁那当然也是如此了那卢比奥就讲呢，他说还有5个行业中国在技术前沿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尚未成为领导者。哪5个行业呢？第一个就是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包括2个方面，一个是航空，航空呢，中国现在有了自己的大飞机 C919。他讲了啊，这 C919 呢，虽然说是中国现在建起来的一个载体客机啊，它对标的是空客320和美国的波音737，但是技术还是有点落后。你比如说跟波音737相比啊，它比波音737重1吨，这个续航里程呢少1000公里，就是这个呢说实在的，离那个领先技术还差一些啊。但是航天方面呢，他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中国的这个现在是全世界3个国家之一，就是能够独立把宇航员送上太空的，中国、美国、俄罗斯嘛。再一个就是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站的国家，这还是很了不起啊。只是由于这2年美国出现了一个马斯克，所以马斯克呢的星舰计划那确实是遥遥领先啊。火箭的可回收技术导致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了啊。所以就是中国现在的航空航天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还没有成为领先者。你比如说生物技术新材料、机器人半导体这些方面都大致差不多。他说这些方面都是如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入到了第一梯队，但是没有成为领先者。说只有一个领域中国制造2025没有实现，就是农用机械这个领域没有出现国际上那种美国那大的农机公司那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呢这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呢他还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全球范围内有32个行业生产的高附加值的产业。他说中国跟美国比起来呢，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这2个国家就开始相交了，大致相差不多。2018年不是爆发了贸易战吗？贸易战之后，他说并没有阻止中国进步的脚步。到了2020年，中国在32个行业的这个全球市场的份额开始迅速超过美国。那这个数据其实挺令人意味深长的，就是美国当时对中国的贸易战并没有遏制中国制造的往前发展的脚步。这是卢比奥对中国制造的这么一个评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要问了那么中国制造它为什么能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己大致的目标？因为卢比奥自己在那个报告里头讲了，他说如果习近平是一个基金经理的话，他完全可以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收益的账单感到满意。这卢比奥对习近平的评价还挺高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中国这种看起来是独裁体制的国家，然后呢加上一个市场经济却可以创造出这么大的经济发展的能量呢？那么这里头我个人呢就仔细分析了一下中国制造2025，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这个中国制造2025我们一开始讲了，它叫市场主导国家引导。这个国家引导在中国制造发展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2015年这个李克强提出来这个中国制造2025到2018年美国不是爆发了这个中美贸易战吗？这之后中国就不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了。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有什么看法呢？不是我现在还没有关不关心这方面的话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研究过这事，好吧？谢谢您您不关心吗？不关心，我很关心，谢谢您好吧？是关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您对这方面的规划有没有一些了解？这块我没研究，抱歉。因为你把这个目标提出来，那不是成为美国的靶子吗？你要跟美国直接对标嘛，所以中国就不提了。但是中国这些年是默默的在推广着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2015年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刚推出的时候中国就组织了48位院士、4000多名专家，编撰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路线图。这个技术路线图就把这10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具体的拆分完了之后呢，给它列非常详细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中期目标。然后这些目标的制定都是邀请这个行业，这些专家汇聚在一起制定计划。你比如说汽车行业就邀请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那批专家，也包括一些汽车厂商的专家，上百人共同编撰的。那么整个中国汽车的发展目标分为3个：2020年一个阶段，2025年一个阶段，到2030年一个阶段，15年的时间。那么这里头具体也提得非常详细，比如说油耗，每100公里的油耗，2020年的时候降到每100公里5个油耗，2025年的时候达到4，2030年的时候降到3.2，非常具体。
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又重新修订了一版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技术路线图。所以啊，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行业的指导啊是非常具体的。那这个具体的指导过程中，那我们再以这个几个行业来具体说明一下啊，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它怎么发挥作用。就说回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新能源汽车应该说中国政府啊是起得比很多国家比较早，因为早期我们讲过嘛，技术路线图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氢能源，一个是电动车。中国很早就押宝了这个电动车。据说啊，这科技部的部长万钢当时从海外回来的时候啊，就笃定地认为这个电动汽车行业的兴起是中国汽车行业弯道超车最佳时机。所以在05、06年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产业振兴计划。但是早期大家都知道电池行业不过关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电动汽车发展起来啊，全靠政府的高额补贴。那个时候啊，你要知道比亚迪刚刚建的时候，搞电动汽车的时候，那深圳的所有的出租汽车都是比亚迪的，但是那个续航里程非常低，只有100多公里啊。然后深圳市就强迫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买这种电动汽车，然后呢，那个电动汽车也不太安全，一撞到树上就着火啊。然后政府呢就给这个比亚迪大量的补贴。一直补到2015年，中国的电动汽车一年的产量只有75000辆，应该说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艰难的啊。但是2015年，中国不是要搞中国制造2025吗？所以关于电动车行业，也包括汽车行业呢，又重新制定了更详细的产业计划。这个详细的产业计划呢，就分为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补贴。那么一开始政府就规定，你只要搞电动汽车，一辆汽车我给你补贴6万。那这个很多汽车企业就开始为了补贴嘛，他就开始上马这个电动汽车啊。但是后来你就发现，中国政府的补贴啊，它不是单纯的补，它有很多产业政策在背后。比如说一开始是6万，紧接着到第2年他就讲了，这个单纯的补贴不行了，他要求对你的电池密度还有续航里程有要求。那么你达到这个要求我就给你补贴，你达不到这个要求我就不给你补贴了。然后这个标准呢，每年还在逐渐的提高。所以这个补贴从一开始的普惠补贴，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促优式的补贴，就是哪一个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投入比较高，然后呢，你在这个技术方向发展的比较快，政府就拼命的给你补贴。如果你跟不上队伍了，你掉队了，政府就把你淘汰了，也不给你补贴。那这个补贴大概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整个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发展水平给提高了一个台阶。与此同时呢，2017年的时候啊，中国的工信部还搞了一个叫双积分政策。什么叫双积分政策呢？这双积分政策就是2个积分，一个是油耗积分，一个是新能源积分。所谓的油耗积分，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一个年度油耗的标准。如果你生产出来这个汽车油耗标准高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基准线，那你就是负积分。这负积分有一个计算公式啊。如果你低于这个标准，那就是正积分。那每一个企业1年都给你算正负积分啊。然后如果你是新能源汽车，又有一套积分系统了，是根据你的汽车的续航里程和电池的能量密度来算出来的。那么中国政府就要求所有的这些汽车行业，你最终负积分你都要清零。你如果不清零，你生产出来的汽车有可能不让你上市，你如果出口的汽车有可能不让你出口。当然了，早期的时候它允许这些汽车企业进行交易。如果你这个汽车企业没有这个积分嘛，或者说你都是负积分嘛，你可以从其他的企业手里去买。2020年的时候啊，那当时特斯拉和比亚迪啊，那积分都非常高啊。那比亚迪那新能源汽车的积分，它有48700多分呢。那这光这个积分就值20多亿人民币。特斯拉呢更高一些啊。那当时一汽大众啊就没有什么新能源汽车，所以全是负积分，他就从别人手里去买。在这个政策，它每年的积分政策也是调整的，也是在推动这些企业不停的去上马新能源汽车。你上马的新能源的汽车，你在能量密度上，你在续航里程上还得快马加鞭，否则的话你就跟不上整个这个积分的调整政策。中国政府就是用这一套产业政策推动着整个汽车行业不停的向前发展，一直到2023年补贴开始退坡，双积分政策逐渐的开始落幕。这就是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产业推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弯道超车最明显的例子。这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啊。我另外再给大家讲一个行业，就是机器人行业。
现在这个工业机器人不是那个宇树科技那个机器人啊，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并不在2025的振兴计划里啊。我现在讲的这个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就比如汽车行业啊，还有很多制造业啊，都是用这个工业机器人来代替人工。这个工业机器人呢，现在中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梯队，那么也是在这个2025中国制造10年之内实现的。这里头我要讲一个企业，就是美的。美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是一个生产白家电的企业，对吧？什么电饭煲啊、洗衣机啊、电冰箱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美的决定进军工业机器人行业，但是他面临一个问题，自己没有产业积累。那你过去生产电饭煲，现在让你生产机器人，你怎么一夜之间能够生产呢？于是他们就到海外去并购海外的一些第一梯队的企业。于是这个时候他们就盯上了一家德国的企业，叫库卡。这库卡这家企业在德国很有名，生产机器人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但是由于德国这些年啊，它的制造业衰落了嘛，所以库卡这家企业呢，在德国也是苦苦挣扎。美的在2015年的时候，就利用自己境外的一家公司，先买了5.6%的股份，进入到了董事会。2016年又利用自己另外一家境外的全资总公司啊，直接要约收购库卡公司，一下子变成了库卡的控股股东。但是库卡呢，那业绩啊也没有起色啊。那2018年、2019年，基本都是在那个盈亏平衡线上挣扎。到了20年的时候啊，还亏损了8个多亿。就在这个时候，美的就对库卡公司发起了这个整个的私有化的建议，就把整个就是这个库卡公司啊全额收购完了之后，把它流通的5%的股份呢，以30%的溢价全部收购了。从此呢，库卡公司就退市了，就变成了美的公司完完全全的一家全资子公司。那么收购了库卡公司啊，美的啊就一下子拥有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制造的这个技术能量。库卡中国也成立了。那么由于中国现在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嘛，需要大量的工业机器人，所以库卡中国成立之后，2021年就开始盈利了。现在就在今年，据说啊，美的的机器人产业也包括自动化这个产业，一年的产值就达到了300亿人民币。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嘛，这中国制造啊，它有的是靠自己的这个产业政策推动起来的，有的就靠在世界各国收购这些先进的这个技术啊发展起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中国逐渐的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慢慢的用10年左右的时间，真的迈向了一个制造业的强国。那么现在有数据显示啊，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的版图内占领全世界制造业的35%。那么美国呢，与之对比呢，只有12%。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大概相当于美国加德国加日本加韩国这几个国家的总和，比他们还要多。更可怕的是啊，40年前啊，中国刚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中国实际上是融入到了世界的产业链里面去了。但是40年之后，现在哪一个国家要想工业化，就必须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链。这其实啊，也是美国特别恐惧的一个地方，也正是美国今天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的那些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自己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再回过头来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不太像美国过去面对美国的时候那么怕了。为什么？因为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几乎现在你看都是工业品。你比如说我这2天看到中美贸易战双方加税的这么一个产品啊，中国卖往美国的都是手机啊、电脑啊、机器人呐、什么这些的产品啊，都是工业品。而美国卖给中国的呢，就是大豆啊、牛肉啊、什么小麦啊这些东西。那你想想，这些农产品的可替代性实际上非常强。中国不从美国买，也可以从巴西买，也可以从智利买。但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些手机啊、电脑呢，离开了中国，可能还真就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容易可替代。所以中国这次在面对美国的贸易战的时候，才态度如此之强硬啊。节目说到最后啊，我还想再说几点啊。第一，就中国现在的这种产业模式啊，就是所谓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也就是一个威权政府加上一个市场经济。至少在目前看，它在经济方面发展还是极具竞争力的。卢比奥在他那个报告里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哪怕是中国现在就是它的最高光时刻，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走下坡路，那么它对美国社会的威胁也会持续几十年。
那也就是说，中国它即便是取得这么高的经济成果，它不能再往高了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经济模式，它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独裁体制，它家市场经济特别内卷，所以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创新。但事实证明，过去10年中国产业的升级，证明了低估忽视中国的这种判断力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现在的这种中国制造的这种竞争力啊，它不是简单的价钱低，因为现在川普发动贸易战呢，就是给中国加关税，你加34%的关税，那么好像这种情况下产业就能回到美国去了，但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现在中国制造更多的它不是比的是价格，你比如说越南的价格比中国便宜吧，印度的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便宜吧，那为什么那些产业没有在印度建立起来呢？苹果公司前一段时期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结果呢，生产出来的良品率不到60%，最后呢，很多企业又搬回到中国，说明什么？说明光靠劳动力价格不足以构成一个制造业的优势。中国现在的制造业优势是全世界训练最良好的产业工人，有比较好的政府的市场环境，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产业集群。那这些产业集群的富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链。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光用价格是很难打败中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认为美国的这场贸易战，实际上通过价格想打败中国，在我看来啊，难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角度来讲，中国通过这种制造业的升级，跟美国制造业的相撞，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啊最严峻的挑战。因为过去的全球化都是各司其职嘛，美国就是有钱嘛，用美元买进全世界便宜的东西啊。过去其他国家也没有对美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但是中国通过自己当年美国的产业化转移，完成了自己的初步工业化，又通过最近的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制造2025完成了自己的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于是中美两国这2个国家不仅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也发生了直接对撞。那这种直接对撞的结果，在我看来就是美国的全球贸易战背后最本质的原因。至于这场贸易战，也包括中美在经济领域内，在制造业领域内的竞争，最终会鹿死谁手，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前景。至少目前为止，在我看来中国已经抢得了先机，因为它已经建构起来了一套完备的产业链，而美国呢，却变成了一个空心化的这个产业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么随着未来的发展，那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That's a triangle.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but up here, that's she from China. And that's me stabbing him with a sword. Then down here, that's some sideways boobs. And anyway, you get it. Your money's gone, and that's okay. We're going to figure it out. 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多次强调，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They're doing it through cyber espionage. They do it through the force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where they tell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partner with a Chinese company, you have to give them the secrets to your trade. All they have to have is a phone call from President Xi to President Trump saying, I'm going to end fentanyl production that's killing Americans, and it drops 20%. I mean, that's a pretty inexpensive phone call, would save them 20% on all their products